在中国的八大菜。 Hello. Today I have three of my culinary students. They all took the Asian class before. Part of the Asian class include all the regions of Chinese cuisine, to include Sichuan. And I'd like to ask them a little bit 司婉春教授曾任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艺术学院厨艺餐饮管理系主任，是美国知名厨艺大师，从事餐饮管理和教学工作已有数10年。对每一届学生，他都会做一个调查。我一上课，我说喜欢吃宫保鸡丁的举手，2%。每一班呢，多少年来啊，都如此。所以宫保鸡丁已经变成美国国际饮食的一部分了。在日本东京，这家名叫贵阳楼的餐馆，宫保鸡丁是主打菜之一。红椒、洋葱、花生米、鸡丁。在日本做这料理啊，偏重于这个什么呀？色彩搭配，就是出盘时就是比较这个鲜艳好看。所以这边采用什么青红椒配料。花椒也是从那个国内过来的。作为一道国际知名的中国菜，宫保鸡丁的味道和做法在各个国家或许有所不同，但在中国内地，这道菜在各地的区别也不小。当时都说的是哪儿的菜，哈儿就说山东菜，有的说是贵州菜，后头又说四川菜。宫保鸡丁究竟是谁的菜？今天，当四川、贵州、山东都将宫保鸡丁收入其囊中时，我们不妨从这道菜的命运流转，进入它的前世今生。宫保鸡丁的得名与清朝重臣丁宝桢有关。开始有这个叫宫保的名是他当了丁太子少保以后，这个太子少保呢，这个出现这个菜的时候是在光绪2年，就是1863年。他当太子少保的时候是光绪8年，1869年，就在8年以后，这个宫保这个菜才真正有这个名。丁宝桢去世后，追授太子太保，少保和太保都称为宫保。
因此与它有关的这道菜被命名为宫保鸡丁。丁宝桢出生于贵州平远州牛场镇，今属贵州省织金县。丁宝桢23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40岁才离开贵州，前往外地做官。贵州是他的家乡，且待的时间最长，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宫保鸡丁是贵州菜。今天，无论是在丁宝桢的出生地牛场镇，还是在织金县城，比宫保鸡丁更为常见的一道家常菜是辣子鸡。在距织金150多公里的贵州省会贵阳市，辣子鸡则更为常见。在街头巷尾，尤其是在菜市场附近，常常可见到辣子鸡待客加工点。哦，1斤鸡8两油。你辣子放多少呢？今年我们这个调料调多，比较调。1斤2、3两哈，1斤半哈。这个辣子鸡，老百姓最喜欢吃了嘛，我们贵州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特色。这是传统。朱辉达是中国烹饪大师，前菜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他认为辣子鸡和宫保鸡丁有一定的渊源，且都具有前菜的典型特点。辣子鸡呢，应该是叫一个团圆菜，为什么呢？每家每户，家家户户都会做。前菜的特点呢是以香辣为主，酸辣为主，辣不猛，油而不腻。宫保鸡啊，就是我们辣子鸡演变过来的。朱辉达入行的时候，跟着师傅学习的是川菜烹饪技艺，宫保鸡丁是必然要学的一道菜。宫保鸡丁，贵州本地人更习惯叫做宫保鸡，两者的做法有一定的区别。59年我们学徒的时候，从顾客进店，开单，宫保鸡按道理来说我们4两1盘，那是全菜的，它没有其他这个配料，它要注明是川菜，川菜的宫保鸡只有3两，为什么呢？它有1两那个花生米加在里面，但是口味呢都是一样，小粒之味，就是酸甜、咸、鲜。你川菜的那个宫保鸡呢，用的是通通辣椒，它不用糍粑辣椒。与川菜宫保鸡丁不同，前菜宫保鸡用的是糍粑辣椒。糍粑辣椒是贵州独具一格的调味品，选用辣而不猛、香味浓郁的花溪辣椒，淘洗干净，清水浸泡，加入适量的子姜、蒜瓣，一道充融。这一过程在形式上很像糍粑的加工，因而得名糍粑辣椒。充融了以后呢，就要用那个菜油，一定要用菜籽油，其他油制来就不香。制好了以后，它就有了一个辣椒的那个香味，它的本味就出来了。我们的前菜呢，就刚才我讲了，一个是糍粑辣椒，一个是糟辣椒，还有一个是胡辣椒。我们前菜的这个3大辣椒，做前菜呀离不开，它是我们前菜的基础。在40年的厨师生涯中，拥有中国烹饪大师称号的王强，制作了超过200款的新派前菜，挖掘整理出100多款鲜为人知的贵州民间菜。但他经营最深也最具功力的，却是其首创的宫保全宴。在王强手下，鳝鱼、
腰花、豆腐、藤等都可做成宫保菜，其中的代表当然是宫保鸡。王强烹制宫保鸡，其过程犹如一场遭遇战，短促而激烈。只见他先用油将锅预热，在猛火高温中加入鸡丁，把油沥掉，然后炒至糍粑辣椒，再下鸡丁。只见火焰上下翻飞，而王强得于心，应于手，从容不迫，一道前菜版宫保鸡丁就完成了。川黔两地不同饮食习俗的碰撞，使这道菜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而丁宝桢去山东做官，又使这道菜打上了山东物产的烙印。山东菜称为鲁菜，是起源于山东的齐鲁风味，在中国传统4大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菜系。在鲁菜的大本营山东济南，宫保鸡丁的配料与川黔两地有较大的区别。从前有的时候偶然，我到北京出差，点上那么一个菜。有一次我就说我86年去那8毛3是宫保肉丁，1块3是宫保鸡丁。就是我和朋友一块儿去，他们知道我这个出身哈，在那吃的时候就抓回给那老板说，我说他这个菜你看欠哪一点呢？我说没有胡萝卜丁，他用黄瓜丁。我说正统的应该是用胡萝卜丁。我这就是给他们这么说一声就是了，他们就把老板叫过来了，说是你这个人家是怎么回事，就给老板说了说。然后老板就说是不要钱，是白吃人一顿。这是80年代办的事儿。丁健，丁宝桢第5世孙。上世纪90年代初，丁健在台湾的叔叔带回了12封共计102页信札，是其高祖丁宝桢写给后人的家信，时间跨度为同治8年至光绪11年。因为我父亲是长子，所以他就等于教给我父亲，等于是，所以我父亲退休以后呢，就是把这些信呢，就仔细的就丁文忠这些家信呢，就仔细的都把它给试出来了，就是从那些没有标点符号标注啊什么的，把它给弄出来了。整理和注释这些信札，成为丁健的父亲丁泽廷退休生活的一部分。父亲去世后，丁健在其工作基础上加入了要点及背景资料部分。2012年，丁文成功家信出版。根据这些绝无仅有的第一手资料，结合后来宫保鸡丁的发展脉络，丁健认为宫保鸡丁的雏形应该是宫保肉丁，最早出现在1863年。这一年，丁宝桢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1863年的阴历3月8日从湖南出来，到了1863年的5月18日就到这个按察司衙门，这就说到宫保肉丁的事情了。他呢，这等于是风尘仆仆的来，他还能带厨子吗？不可能带厨子。原来按察使的交接完了，按察使的那个厨子呢，按说工作就得到头了。丁宝桢问丁宝桢愿意吃什么，丁宝桢说了半天都是贵州话，他听不懂，山东人他听不懂，但有俩字听得懂，就辣个。这个机缘了，他把这个川贵的这个辣麻辣，加上江苏甜在里头，甜为主，然后山东这个鲁菜3样凑在一起。3样凑在一起怎么做的呢？就说是
它里头的基础的菜呢，就说是辣椒，这个胡萝卜加上糖，然后肉呢是五花肉丁，把它用山东叫甜酱，这样炒出来以后呢，把这个花生米儿，炒完了，预先炒完了以后，搓了皮儿晾凉了，搓了皮儿以后，撒到上头一拌，然后就给弄上去了。丁宝桢一吃挺好吃。现在济南经营鲁菜的餐馆，大多都有这道宫保鸡丁。与川黔两地的显著不同之处是，鲁菜版宫保鸡丁加入了酱料，属于酸甜小胡辣味型，这是宫保鸡丁的山东味道。丁宝桢在山东为官13年，在此他治理黄河，整顿吏治，兴办洋务，创办书院，体恤民困，深受当地百姓拥戴，与曾国藩等人同享中兴民臣的盛誉。而在丁宝桢主政四川之后，提起宫保鸡丁，就没有人不知道它是川菜，而且是川菜中广受食客欢迎的一道大众菜肴。宫保鸡丁从山东进入四川，无疑又打上了四川风味的特征。川菜讲究调味，以新鲜醇浓并重，善用麻辣著称。我们川菜调味的方法有18种，常用味型24个，我们还有我们30几个烹调方法。因为我说呢，5味中间求平衡，麻辣之中求层次。那我们讲这个做菜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就是要五味和谐。厨师最高的境界就是你如何能够把这5种味道，它能培养、配合的，又鲜又美又好吃，那就做到了。那更重要一点，现在我们在现代的厨艺学里面要讲的，是你必须要把食物的原味为根本，食物的原味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食物的原味，再加上你其他这种5味的配合，而主角是食物的原味，5种味道是配角，这样子才能把这个 highlight。5味中间求平衡，麻辣之中求层次，正是宫保鸡丁这道菜所体现出的奥妙。在成都郫都区古城镇的川菜博物馆，学习炒制一份正宗的川菜宫保鸡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刚才说我们要选择这个宫保鸡丁，在选择宫保鸡丁，我们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川菜里面第一个川菜的复合味型，什么叫做胡辣荔枝味？因为这个味是什么很不好调的，那为什么？我们只用5个最基本的味型，就是说咸、我们的酸、我们的甜，我们只用5个基本味里面，就是用这3种，我们就可以把它调成什么？调整你在水果市场吃的这个鲜荔枝的这个荔枝的那个感觉，这个是川菜很神奇的一个地方。但是同样是这3个味，如果再稍微有一点变化，比例有一点变化，它又会变成什么？变成糖醋味，所以这个又会发生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就要让所有人感受川菜的魅力所在。宫保鸡丁麻辣酸甜适度，在口味上有比较宽广的普适性，因而受到各地食客的欢迎。每一年，川菜博物馆都要接待一批批的外国游客。张辉强馆长发现，真正懂得怎样正确吃宫保鸡丁的人并不多。宫保鸡丁，他们吃了几十年的宫保鸡丁，最后我们告诉他，真正的宫保鸡丁该怎么吃，最后他们震撼了。他觉得他吃了几十年宫保鸡丁白吃了。比如我刚才说了，胡辣荔枝味，前2个字是什么？胡辣味，后面是荔枝味。整个宫保鸡丁是一个胡辣味和荔枝味的一个结合，变成了这种复合味。那么你要真正感受到宫保鸡丁的这个胡辣荔枝味要怎么吃就是要用一个小勺捏1粒花椒，1粒
干辣椒、一粒葱、一粒花生米、一片姜、一片蒜、一粒鸡蛋，然后放在嘴里面，你使劲儿嚼。你在这个嚼的过程，第一个感受的就是我们干辣椒和花椒的这个苦辣味，然后慢慢的这个荔枝味才通过你的喉咙润你的这个回味回到这个位置，这个味道才会真正的非常的串。它这个串就是说你的中和和柔和的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这样吃宫保鸡丁才是最正确的吃法。Sure. Why am I the guinea pig? Okay. That's a special try of this. Now you can enjoy your. 在资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要评全世界喜爱的一道中国菜，那一定是宫保鸡丁。He's given it a shot. Now that I know that there isn't too much chili in this, I can eat it comfortably. 为什么宫保鸡丁在美国这么流行呢？加州、德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这就是靠墨西哥边界。墨西哥人很多东西很像四川，他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辣椒。那因此呢，第一个条件，辣，宫保鸡丁辣，一个共同分母在那里。那另外别的香料也有很多类似这种像花椒的。因此呢，你这个麻和辣放在里面炒的宫保鸡丁，它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所以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这道菜，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菜，那么只不过当他们要在美国的宫保鸡丁，你必须要麻降低很多，你可以变，时代不同了，你可以变，可以加别的东西进去，但是它的精神、它的骨髓不会变，这是世界的潮流。它就应该放在人们餐桌上，对不对？这不挺好吗？正宗不正宗，哪有什么正宗不正宗？一个菜系它不都演变过来的吗？对不对？其实，若要追根溯源，中国菜中的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菜品，都是来自于各地人民的共同创造。就如今天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大多数美食，都是人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容南灌北，将各个地方的饮食习惯相互交汇，在不断碰撞产生的火花中，最终落地生根而逐渐定型的。任何一种菜系都是融入了不同地方的不同气候、地理、水土、方物与原住民的性情、风俗等人文元素，才奠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基本风貌。通过一道菜的演变，我们也看到一代代的人们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一点一滴地积累着我们的文化，改变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